我是易酱，欢迎大家来到易酱的小剧场。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，主要是和大家分享我发现的6种方式，让你花更少的时间在手机上，从而变得更加的自律。希望这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把手机放在远离你的地方。我们大多数人，尤其是同龄人啊，可能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玩一会儿，可能就想着，一个晚上过去了，朋友圈有啥新动态呀？哔哩哔哩有啥新的推荐呀？我关注的 UP 主更新了吗？是不是又能刷出很多微博啊？或许你只是想习惯性的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错过一些什么消息，几分钟就好了。但通常情况是，姨丈，你还没有起来呀？要我给你带中午饭不？一上午就过去了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当我们起床了，第一件事情是打开手机，我们并不是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上到底发生了啥，而是因为我们想推迟起床和开启新的一天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起床就看手机的习惯的话，请把手机放到你够不到的地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。我闹钟在手机上，而现在时候我室友还没起床呢。很简单，那你就买个闹钟呗，10几块钱换你早起，这样好不咯？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你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段。当你的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或许会更专注于眼前的事情。记录你的时间，大多数手机都能够跟踪你在手机上花的时间，你甚至可以让他们每周发给你一份报告，列出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哪些 APP 上。苹果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安卓党的话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这些字母就可以看到。或者说你可以下载一些专门记录时间的 APP， 比如说应用计时、24P 等等。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花一定的时间，这个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。但是我经常发现，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就经常这样刷着刷着手机，我就忘记时间了。但是当你知道你的时间花在了哪里之后，你就更能够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，知道哪里该多加一点时间，哪里该少用一点时间了。专注于你手头的事情。市面上这类 APP 还蛮多的，比如说番茄时间呀、不做手机控啊、Forest 呀等等等等。有些是强制性的，它会把你手机类的一些应用程序，或者说所有的应用程序都屏蔽掉，比如说不做手机控。还有一些软程序，如 Forest， 这是我经常用的一款 Forest。它不会说强制你不要打开其他的应用程序，但是它会在你专心的时间内种一棵树啊、一枝花呀之类的。如果你打开了其他程序，这棵植物就会死亡。同样的，还有很多款类似的这样的 APP， 我们可以选一款来帮助我们屏蔽掉外界的干扰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我的手机里装了哪些和学习有关的，我认为能够提高效率的一些软件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关掉通知。通知是危险的，原因有很多。如果你的手机因为通知而响的话，你听到响声，你想不拿起它都难。同时，它们也是让人上瘾的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。比如说，在微信上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我打开手机，打算简单的回复一条，然后就继续学习。但真实情况是，我打开了手机就很难停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妥善处理通知这一块，不重要的消息不要通知。我关掉了除电话、短信外所有的推送通知，在我完全不想被打扰的时候，我会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把它翻转过来放在我的旁边。App 分页管理和分级管理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。把你手机上的 App 根据重要程度分页，比如说在主页上放你认为最重要的 App， 后面一页放你认为有时会用到的 App， 最后放
你会用，但是你希望你尽量少用或者不用的 App。对于比较少用的 App， 你还可以把它们放入文件夹类。当你打开你的手机，你首先会看到的是那些出现在主页的 App， 然后它们就会激发你的记忆，想让你点开它们。但是至于那些没有被看到的图标，它们就不会激发你头脑中的记忆，那你可能就不会去说想到要去打开它们，这就给你打开它们加了一点阻力。同时翻页和增加文件夹也是一样的，翻页让你需要打开手机更多的时间，以及文件夹也是如此。把手机从彩色变为黑白色，这个大家可能在苹果中了解的比较多，它可以通过添加颜色滤镜达到黑白色的效果。由于我用的是安卓机，这里就用 iPad 进行展示苹果的部分操作。安卓手机中这一项也可以做到。当我们的手机变成黑白色时，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想去使用这些 App 的欲望，所以呢，也会一定程度上的遏制我们去玩的这个欲望。删除不必要的社交软件，摆脱在手机上打开微博呀、知乎啊、哔哩哔哩呀这些软件的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它们删除掉，并且约束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去使用它们，或者说只能在电脑上或者其他电子设备上才能够使用它们，这样是个很好的方式。对于你要 follow 的人要有所选择。如果你认为第7点比较难做到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尝试着精简一下你的社交媒体。你不需要完全去删除所有的社交媒体，但是你可以有选择性的选取一些对你有用的内容进行观看，而不是全盘接收。比如说你微博关注了很多人，但其实他们提供有用信息的人不多，你就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关注一些对你更有帮助的人，取消关注那些对你生活没有帮助的人，尽量减少你的信息摄入量。是的，如果你发现你认为这个频道没有给你的生活添加一些有用的东西，那么你就该取消。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一切，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只选择对你重要的东西，即使这意味着取消订阅这个频道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8点内容啦，我们下周见，拜。